近期网络上时常讨论现代人的精神内耗，不同心理学流派有不同的应对方法。今天要来介绍的这本书是日本热销30万册的《不反应练习》。这本书的作者草剃龙顺是一位佛教僧侣，人称东大明僧。他在这本书里提倡用原始佛教2500年前的智慧来解决现代人的烦恼。如果我们仔细去阅读原始佛教的经典，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很理性的思考方法，可以教我们如何摆脱生活上的内耗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，到底什么是不反应练习。当我们有烦恼的时候，通常会产生对抗的情绪，会想要去对抗某个不喜欢的人、不喜欢的现实。但是作者请我们回顾一下自己的经验，当你对某件事情过度反应，产生对抗心态时，结果都是如何？是不是时常让你更懊恼？一生中很少有真的借由对抗而获胜的经历，所以作者要我们先退一步，不要急着对一件事做出反应，不知不觉就做反应的心理，在佛教里称作无明，意思是指看不见的状态，就是你没看清楚事情的真相以前，就不自觉的反应了。作者认为，人的所有烦恼都源自于不必要的反应，所以不反应练习的第一步就是对一件事情先不要做出反应，也不用试图摆脱烦恼，而是要试着了解烦恼的真正原因。只有找到原因，才能够知道如何处理。光是理解原因，就已经跨出了第一步。很多人会陷在苦恼里，都是因为没有自觉苦恼的根源。例如佛陀本人在悟道以前，也是每天充满烦恼的人。他身为王族后代，生活非常奢侈，照理说应该不会有烦恼。但是他一想到人终究会老，会死去，就感叹年轻时再多的享乐也没什么意义，因为不论得到多少，累积多少财富名声，最后一样都会失去。在这种悲观的心态下，他开始探索新的生活方式。在26岁时决定出家。他说：“我是为了追求善而出家。善指的是一种追求清澈明朗的心境，也就是要知道人类痛苦的根源是什么，才能恢复人的自由。”律藏里就记载了，佛陀认为人有8大苦，生老病死是4大苦，另外4种是跟自己所厌恶的一切相遇，跟自己所爱的一切分离，有欲求却又得不到，还有欲望太多，五蕴炽热，也会让人痛苦。在理解自己经历的是哪一种苦之后，我们就能进一步问，造成这种苦的原因是什么？佛教认为，人类许多痛苦的根源都是一种追求心。追求心会分支出7种欲望：生存欲、睡眠欲、贪欲、性欲、怠惰欲、享乐欲、认同欲。人是受到某些欲望的刺激才产生反应。所以以后感觉到不满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现在是受到哪一种欲望的刺激？最让现代人困扰的，大概就是认同的欲望。这也是人跟动物的一个主要区别。人小时候渴望被父母、兄弟姐妹认同，长大后渴望被学校老师、同侪认同，成年后渴望被同事、上司认同。如果得不到这些认同，就会产生挫败感。这种挫败感的根源，就是认同的欲望。希望自己可以得到多一点肯定，多一点爱戴。很多人可能会反问，这种欲望有什么不好？佛陀其实没有要人们否定欲望的存在，恰好相反，是要如实接受人就是欲望的存在。所以当有这些念头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有一个自觉的声音告诉自己，我现在会欲望他人肯定，是我内在的力量在支配我。光是达到这样的理解，就能让人进到另一个境界。你会开始往自己内在探索，为什么我那么希望得到某个人的肯定？作者就讲了一个故事，有一位80岁的妇人来跟这位法师求道，他跟长子一起住，却被儿子家暴，最后变成游民，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沦落至此。他告诉法师，如果得不到答案，今天就去自杀。这位法师就开始聆听妇人诉说自己的过去。原来他有7位兄弟姐妹，而且只有他没受过教育，从小就在家照顾母亲。这位妇人结婚生子后，母亲又把小孩带去抚养，导致小孩觉得自己跟妇人不亲。这位妇人问法师：“我能克服这样的人生吗？”法师跟他说：“当然可以。要怎么做呢？要正确的理解自己一直在想着跟母亲的关系，人生的许多不满跟痛苦，
都是源自这段关系，但自己却没有办法抽离出来看到这点，发现自己的痛苦是源自这点，就让这位妇人开始感觉到重生。所以很多时常陷入烦恼的人，可能都是看不见自己的人，看不见自己的痛苦是源自于哪段关系。作者在这里提供了不反应练习的3步骤，原则就是不要反应，而要理解。第一步是养成观察内心状态的习惯，并用言语确认，告诉自己目前处在怎样的情绪中，让流动的情绪得以名状。这等于是把焦点从外在世界转向内在，有助于恢复内心的平静。第二步是体会身体的感觉，例如呼吸时，同时注意自己腹部的收缩，把精神专注在自己的身体上，而不是在思绪上。这其实就跟正念静坐的原理一样。第三步是在脑海中分类，厘清自己到底是在欲望、愤怒还是妄想。如果脑海里一直胡思乱想，很难跳脱出来。作者建议这种人先闭上眼睛，眼前一片漆黑的时候，允许自己胡思乱想，然后张开眼睛看到眼前的世界，告诉自己这个才是现实。这可以让自己的注意力在黑暗跟现实中转移，能更好的辨别自己正在妄想。哎呀，我眼睛业障重啊，假的。人生中许多烦恼的另一个原因是多余的判断。人总是爱判定哪个更好、更有价值，但是比较的结果必然会是有一方比较差，比较差的那一方就会觉得自己很没用。所以烦恼很多都是源自于这种比较的判断。有些人甚至喜欢在事情还没发生前就做判断，说反正一定做不起来，一定做不好，在还没做事情之前就先唱衰自己，这也是一种过度判断。但是为什么人那么喜欢做判断呢？因为判断可以带来某种愉悦感，好像我很懂这件事，可以大放厥词一番。从演化的角度来看，如果远古的人类祖先要活下去，就必须在采集食物的时候做出正确的判断，知道哪些食物是好的可以吃的，哪些食物是烂的有害的。所以不停的做判断，可能是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一种求生本能。还有做判断也可以满足人们求认同的欲望。例如我们会跟朋友抱怨，这事情明明就是谁谁的错，这时候朋友就会认可你的判断，跟着你一起骂。过度判断让别人觉得自己才是对的，借此从中获得满足感。但是这种习惯恰好是烦恼的根源。不反应练习要我们区分判断跟事实的区别。例如，曾经有一位母亲来找这位法师，问说女儿不爱读书怎么办？怎样才能让她考上某间名校？结果在细聊之后才发现，原来母亲真正在乎的不是女儿的前途，而是因为自己以前没考上而心生怨恨、不甘心，想要藉由女儿的人生来补偿自己。对于这样的母亲，法师没有立即判断她是错的，而是去找出原因，思考怎样才能消除她的痛苦。这位母亲自己没有考上名校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但是因为没有考上，就觉得自己没价值，这是一个主观的判断，而且影响了她跟女儿的关系，导致自己跟女儿都在受苦。这位母亲其实是判断的牺牲者，自己却没有发现。母亲痛苦的根源是对这个判断的执着，对过往某个没有实现的心愿执着不放，一辈子都围绕着这个挫败感，结果是让自己痛苦，也让身边的人痛苦，这才是真实的状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以为现实是我在追求某个心愿，但实际情况是我正在让周遭的人受苦，这被佛教称作颠倒。人类世界的许多痛苦都是源自这种颠倒。因为人一方面要懂得判断才能在社会上生存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如果过度判断、执着太多，就会痛苦。而佛教的方法是，最好对自己、对他人都不要做判断，不管别人做了什么判断，都不用反应，只要佛系面对就好。像是经集里就记载，不要判断自己优秀，不如他人，不分轩轾。即便听到各种声音，也不要判断自己的价值。佛陀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，当你判断我是对的这一刻，你已经做了错的判断。因为所有人类判断都只是瞎子摸象，看到一部分的真实而已。除非你是神，才能看到全貌。能够理解这点的人，就不会认为自己的判断是对的。没有人有资格评断他人的好坏，
那些一天到晚在评断别人的人，其实恰好是看不到自己的内心要什么，所以要一直往外去评价他人来刷存在感。那要如何实践不做判断的不反应练习？作者提供了我们3个步骤。第一，要先有自觉，自己做了一个判断。每当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，或是发现自己在评断别人时，就要立刻警觉啊，我又做了一个判断。走开，或是照平常摆脱你们那样。像这样。第二步是舍弃判断。当别人在批评某件事时，不要一下就被带风向，跟着一起骂，而是要拒绝做出判断。别人是别人，我是我，我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。第3步是观察动向，观察一下自己。当你做出许多自以为是的判断时，你得到的其实只是一些很小的自我满足而已，并不会让你真的过上幸福的人生啊。所以佛教的态度是，人要诚实面对自己，观察自己在做判断时，是不是只是在满足自己自以为是的虚荣心。不过有另一种人，不是做自傲的判断，而是自我否定。作者认为，习惯自我否定的人，其实是在表达攻击性，而这个被攻击的人就是你自己。从佛教的角度来看，这里的问题是你制造出了某些怒气。那要怎么停止这种判断呢？当你脑海里出现自我否定的念头时，就到户外走路，把注意力转向身体的感觉，观察周遭的环境，也就是从内在封闭的自己走出去。例如日本的天台宗就有所谓的千日回风行，花7年的时间，每天走30到80公里。走这些路的用意就是一种修行，来扫除自我否定的判断。当你把注意力从那些否定你的人转向其他人，你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很辽阔，否定你的根本只是少数人而已。绝大多数人其实生活都很忙，才没有时间去否定别人，但你却因为少数人的言论让自己烦恼一整天，这其实是很不理性的。佛教就是要叫我们理性一点，停止判断。但这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很有自信，因为自信也是不合理的想法，表示你相信自己能够做到。但是能不能做到，其实要做了才知道，没有人可以预测结果。所以很有自信的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，其实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判断，是一种错觉。佛教的态度是做好眼前的事情就好，事情结果如何不用下判断。所以不反应练习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以后遇到别人的判断，不用跟着一起下判断，只要停止判断，人生就清净一半。我们常会听到一种说法是，所有的烦恼都是源自于人际关系。这种说法在佛教来看是错误的，因为人际关系是指要如何跟对方相处，但烦恼是源自于自己的情感，这是2个不同的事情，应该分开来看。事实上，即便是一段很糟的人际关系，也不必然会让人产生烦恼。作者就讲了一个故事，佛陀在古印度的声望越来越红之后，有不少婆罗门祭司都希望成为他的弟子，但是佛陀的地位是刹帝利，也就是比婆罗门更低的阶级，所以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。当时有一位婆罗门就到现场辱骂佛陀，佛陀回答他说：“婆罗门啊，如果你家中设宴，客人却没吃，这些食物属于谁的？”婆罗门说：“当然是我的。”那你会怎么处理这些食物呢？婆罗门就说：“我自己吃啊。”佛陀就回说：“如果别人骂我，我就跟着回骂，等于是别人请我吃东西，我就跟着吃。但是我不接受你给我吃的东西，你说的话属于你自己，你拿回去吧。”佛陀用食物来比喻言说，如果你拒绝对方的食物，别人就只能自己吃掉了。同样的，当对方讲了一堆负面言论，就像是产出一堆大便一样，我们不用吃下去，我们可以不做反应，请对方自己拿回去。这就是不受人际关系困扰的方法，将对方的反应推回去。作者建议我们可以这样做不反应练习，时时注意自己有没有被对方的反应给激起情绪。有情绪反应很正常，重要的是练习发现这个东西的存在，并阻止多余的反应，培养出不动心的境界。不要做反应，而要先理解对方为什么产生这么负面的情绪，尽力去理解对方。这不是说要无条件容忍，而是要用理性来克服想要产生反应的心理。与其判断对方很蠢，
不如去理解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做。佛教在追求的就是这种理解的境界，不只是不要对他人做反应，也不要对过去做反应。很多人会对过去的记忆念念不忘，例如跟某个人发生争执，结束后还是记在脑海里，气到隔天。这时候让你烦恼的其实已经不是对方，而是你自己的记忆。你是在对过去的记忆做出情绪反应。所以作者要我们观察自己的情绪，到底是对什么有反应，是现场的人事物，还是过去的记忆？如果是过去发生的事，就不要把他们带到未来，而应该永远把对方当成新的人，因为人都是会变的。昨天遇到的人，可能1天之内就变成了另一个人，只是我们还带着过往的记忆来评断对方，而遗忘了他人随时都在变成新的人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这很难做到吧？还是会很顾虑别人怎么想啊，容易产生内耗。作者建议，每当你的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，想要起反应的时候，就把注意力转向身体。像是小孩子在哭的时候，只要给他们看有趣的东西，他们的注意力一下就转移了，忘了自己在哭。同样的，即使是成年人，也常常会被烦心的事挥之不去，如同爱哭的小孩一样停不下来。这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注意力转移到身体上，例如到外面健走，或是去洗个澡。如果以上方法都没有用，作者建议应该要暂时断绝反应的来源。例如，有些人平时跟别人相处都很自然，但是一回到家跟父母家人相处就很烦。如果你的过度反应总是指向某一个人、某一个源头，那么跟这些烦恼来源保持距离才是明智之举。当今社会的人还有一个痛苦的根源，就是竞争。我们现在已经不会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而竞争，而是为了满足一些不必要的目标，学经历、外貌、行头、点阅率。很多人会说竞争是人性使然，像是小朋友不用学就会抢玩具玩，大人在工作上抢业绩、抢市场，也是很正常的人性。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件事，其实社会上的很多竞争根本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虚拟竞争。例如求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小孩到了中学就开始非常在意成绩，但其实他们在意的不是成绩本身，也不是课业知识，而是班上的排名。这个排名是学校创造出来的，故意去刺激小孩说你考第几名，也就是社会从小用一套标准来让小孩确认自己的价值。你想要被肯定，就必须考高分。但这是一场虚拟竞争，只是让小孩陷入一种错觉，以为考高分就等于人生胜利组。这种虚拟竞争恰好是大人们制造出来的。家长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，也非常乐见这套体制延续下去，这样就能跟亲朋好友说自己的小孩考多好。这种虚拟竞争对人们的影响之大，很多人都出社会好几年了，还在吹嘘自己当年是哪一间学校毕业的。但是社会设计这些虚拟竞争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说穿了，就是让自己感觉在别人之上。但是从佛教的观点来看，这是很不理性的，因为你心里感觉比较好，不等于你实际上真的比较好啊。心理感觉比别人差，也不等于你实际上真的比较差。像是许多考上台大的人，不必然就比其他学校的人更有知识，或是在市场竞争胜利的资本家，他们都已经很多财富了，但只要继续竞争，就会觉得自己的资产还是不够多，所以在那边比来比去，只是让自己徒增烦恼而已。不过佛教并没有否定现实就是充满竞争，而是要去指出这个竞争的真实样貌就是虚拟、人造、不理性的，这样才能让我们知道如何面对。面对竞争，我们好像只有2个选择，要么加入，努力成为赢家，因为没有人会想当输家，不然就是退出，选择出家当和尚，远离世间的纷扰。但作者认为，其实还有第3个选项，就是以不同的动机在竞争中生存，不是寻求胜利赢过别人，而是带着其他价值观求生。要如何摆脱追求胜利的幻想呢？我们可以来预想一下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。如果竞争失败了，你会想要重新振作，追求胜利；但如果胜利了，你也不会罢休，你依然会想要赢得更多胜利。或是在事过境迁后，你可能会继续想着，当时如果这么做的话，现在早就过着胜利的人生了。还有一种人会一直想着，我的人生真是失败，其实就是内心里特别希望成功，才会有这种挫败感。
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结果，你都依然不会满足。佛教的这个方法，就是请你理性的列出每一种可能的结果，你就会发现，不管走哪一条路，都是让自己走上痛苦的道路。而佛教就是希望人们从这种痛苦中解放出来。这不是说人们都不需要工作，不用努力了，而是要思考如何在生存的同时，不让自己受竞争所苦。作者就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一名男子在充满杀气的顾问公司工作，同事之间彼此厮杀，扯后腿。男子告诉这位法师后，法师就回答他：这些人都是被欲望拘束的人，你应该要用慈悲的心态看待他们。这些人为了在职场中活下去，杀得你死我活，其实是一群很痛苦、很可怜的人。领悟到这点，反而会对社会上的人们产生一种同情、怜悯之心。这就是不反应练习的目标。你要陷入虚拟的竞争，而是要倒退一步，看到这场竞争中有多少无辜的受害者，抱持着慈悲的心态，而不是跟着大家一起竞争。因为佛教的根本理解就是，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没有所谓胜负，这些都是被虚拟竞争制造出来的幻想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们介绍了日本爆红的不反应练习，从原始佛教的心理学出发，教我们如何不要反应，而要理解。理解自己的许多痛苦都是因为欲望而生，也如实接受人就是欲望的存在。透过这套不反应练习，让自己减少判断的心，不管别人做了什么判断，都不用反应，也不要因为过去的事念念不忘而过度反应。如此一来，即便是一段很糟的人际关系，也不必然会让自己产生烦恼，可以摆脱这些内耗的根源。最后，不反应练习也教我们看透世上的各种虚拟竞争，让自己从追求胜利的妄想中清醒过来，就能够活得更自在、更佛系。如果你想知道更多不内耗的哲学，我最近在好好开了一门超级歪的哲学训练课，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资讯栏连结。这门课程设计也参考了法国高中哲学教育的课纲，也会引用大量的电影、日常生活案例，让大家不会觉得哲学是难以亲近的知识，而是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。从日常辩论的技巧，再到人生的价值选择，哲学都是拓展我们视野的软实力工具。如果你是常常收看超级歪频道的观众，也非常适合这门课。我会带你走过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流派，古希腊哲学、德国古典哲学、批判理论、精神分析、存在主义，让你可以进一步系统性的学习哲学。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，就可抽不反应的练习1本。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，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，就可以观赏会员专属影片。